这龙血草入药最讲究火候，必须用文火慢煎2个时辰，片刻都不能差，否则药性就全无。药好了，我尝过了，一点儿也不苦，真的。嗯。你骗！怎么样？没骗你吧？这颗糖是不是特别甜？一点儿也不苦。该喝药了。今天什么花样啊？今天没什么花样，你把药喝完，琴棋书画，任选一样，我给你表演。干净黄连。嗯。金安大哥，好汉哥，哎，等一下，有事找你，有事找你，来，有事找我，咱俩聊聊。坐，好酒好菜。鸿门宴。你最近跟江宁挺好的啊？还行。教教我们。教你什么？我最近相中一个姑娘。哎，但我记得陆心已经心有所属了呀。不是陆心，你不会也喜欢？你先说。巧儿，好眼光。我以为，你喜欢巧儿啊？对啊，多好的姑娘啊！我第一次见她，徒手担起了马车，力气比我还大，饭吃的比我多了，被她迷住。虽然吧，确实脾气是大了点，动不动对我拳打脚踢的，但是她真的很好，很善良，我很喜欢。模仿。哎呀，好魄力啊，欧阳兄，你这个忙，我帮了。你有办法？好腿力。你干嘛呢？有雨，有草，有花，还有羊，惬意。姑娘有所不知，最近我爱上了读书。
有病吧你？找我有事儿？啊，没事，姑娘练功重要，练。开开关关，在河里窜，窈窕淑女，君子。这都念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啊，这是我送给姑娘的诗，好听吗？诗？对。那你说说，这诗写的都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啥意思？意思就是我请你去河边散步，顺便吃个饭。吃什么饭？君子炖肉啊，刚不是说了吗？再加一壶酒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那才叫一个爽。嘿，吃，对，来，你也吃。该喝药了。该喝药了。喝药，每天都是喝药。我现在连打嗝都是一股药味。最后一剂。你昨天也是这样说的。看来这药果真有奇效，才喝了这么几天，就有力气斗嘴了。现在你身体恢复得越来越好了，我身上也再也没有异象出现了。如此看来，你可以再也不用遭受反噬之苦了。这次来苍山，真是不虚此行啊！集市有卖刚出炉的桂花糕，特别香。你把药喝完，我带你去。不要，就一口。喝不了一口。啊！张嘴就一口，那喝半口。喝药。我自己喝。之前我生病，你也是这么照顾我的，现在换我了。来。你这药里放蜂蜜啊？没那么苦了吧？哦，对了，先前一直忙着打仗，没时间去细想。那天温泉挟持我的人，他迫切引你出现，或许跟害你失忆的主使有关。找到他，一切问题就能迎刃而解。但这个人神出鬼没的，他要是不主动出现的话，我们也无从查起啊。我记得他的样子，可以画下来，命人去查。他既未得手，
肯定不会走远。那就这么定了。你去备一下纸笔，我来画。一会儿小河边见。你可曾听说过武陵山啊？没听过。我是听陆心说的。那住着一群善用药石的奇人，手段诡谲。这天下能让人产生如此变化的，或许只有他们。那如果能找到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就能查到我身世的线索呀？我已经派人去打探位置了，只是还要花一点时间。能查到我身世的线索固然好，有了来处，便不像浮萍无根，也算是对自己有个交代了。但即使最终一无所获也不要紧，因为比起其他身份，我更喜欢当静安。等你解甲归田，我们就找一处与世无争的地方，每天喝酒、练剑，不问世事，过一过真正太平的日子。谁说要带着你过一辈子？欧阳俊在绿林中有不少好友，你把这个给他，让他去查。什么味儿？茶，去啊！茶是可以，但你这画，这句话怎么了？我这个人本就不擅长作画，能画个7、8分像已经不错了。有本事你来啊！那我试试。静安这小子倒真有一套，平日双生气早就拔刀见血了，这会儿倒学会娇羞了。静安这个臭小子，成人年的将军，不知道到底在打什么鬼虫。这还看不清楚？人家是郎有情，妾有意，画好月圆。荒唐！将军顶天立地，见多识广，怎么会被这个鸡崽子似的小白脸轻易骗了？要我说，只有那个戴着面甲的大英雄，才能勉强配得上我们将军。选人过日子又不是挑兵打仗，还是得挑一个长得好看、嘴巴齁甜的留在身边，未来的日子才有滋有味呀。玄一克力可通天，受万人敬仰。我力气也很大。这个玄一客，哎，他人呢？哦，这玄一客每次出现都以甲遮面，说不定是个满脸麻子的丑八怪。那长得英俊的都不可靠。胡说！总之，双儿的性子我最了解。你若不服，敢不敢赌一把？若是静安赢了，你给我念30斤草药。行。若是玄一客赢了，我要王记铁匠铺里最大的那把大刀。成交。
你这个画的还可以，但比起我这幅呢，地位好上许多。将军说的是，这自古啊画派诸多，将军的画和我的画，不过是派系不同罢了。将军的画，非常狂放。你敢讽刺我？劲儿好大！不好意思啊，我只记得玄一科武功盖世，忘了你现在手无缚鸡之力喽。我跟他真的差这么多吗？多。别走啊，我又没说错什么。咸菜好闻吗？哎，好巧啊！好闻还好吃呢，尝尝。你们方才不是要打赌吗？我也要下注，全押进来。咱俩赢了。冲动就是容易消费啊。欧阳俊，林娘子，把此画踏下来，分发给你道上的弟兄，追查此人下落。是。记住，此人武功高深莫测，切勿硬碰硬，保密要紧。是。陆心，你这么贱，不嫌臭吗？不臭啊，我跟苍蝇都喜欢。那就好。师傅，刚收到消息，有一队人马从大瑶境内秘密出发，像是左承之派去搜寻安南王下落的。若因我身份暴露，只怕大祸临头。咱们要不要尽早动手？杀了这一伙，还会派更多的人来的。那师傅的意思是，已经到了开境边境，他们不敢闹出太大的动静，暗中盯着，一旦发现他们与谁接触，再杀。明白。师傅，那殷侯本就实力强悍，太后娘娘纵使要罚，如此手段未免太过激。下去吧。是。臣妾参见陛下。陛下可还记得，今日是臣妾的生辰？奥登呢？你到底把他怎么样了？陛下又不乖了，总提起那些不相干的人做什么？臣妾不惜己身救下陛下性命，只为跟陛下举案齐眉，共享此生。可陛下一心只惦念你的弟弟，岂不是枉费了臣妾的一片苦心？想来接下来3天，陛下是连水都不必喝了。
怎么样？想起来没有？我都说了，这病没那么容易治的，再怎么急于求成，也不能违背药理呀。不行，再来。还来？真当饭吃呢？老实说吧，好端端的，怎么就等不及恢复记忆了呀？不说我也知道，之前路城一战，你独闯城楼挟持李张毅，何等威风！谁知半路冒出个玄阴客，和双儿并肩作战，活生生抢了你的全部风头。这要是我也着急。我有这么小气吗？你也觉得他比我好？我怎么觉得不要紧？关键是双儿怎么觉得？你之所以来找我，不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技艺全无，怕配不上双儿吗？可万一你记起所有，发现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怎么办？我宁可是个普通人，也好歹知道自己的身世。对了，双儿告诉我，你跟他提过。对了，将军告诉我，说你跟他提过什么武陵山。你还知道什么？我那都是道听途说的，那地方传的神乎其神的，谁也没见过呀。或许压根就不存在喽。哦，所以你跟我说的那些都是假的，是不是一定治好我？你都是骗我的。你可以不信任我的医术，但不能藐视我的医德。这药是我的最新研究，专治离魂症，跟你的病症虽然有些出入，但或许能派得上用场。你若够胆，不妨一试。哎呀，也不差他了，来吧。好。什么感觉？嘴巴麻麻的，嘴巴麻，心口热热的，心口热，脸上有点痒痒的，脸痒痒的。除此之外，好像没了。除此之外，你不能再用了。不行，我再感受一下。药就是需要时间才能够起效。我突然好累啊，得休息了。有事儿的话也不用叫我了。这样你去吧。静安，静安，菜都上桌了，你怎么不去吃？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啊？我去瞧瞧。别，我染了风寒了。又什么？我怕传染你。我天天把补药当饭吃，还盼着小小风寒。我看看，别，我看看。你去吃饭吧，我那么有分寸，不会亏待自己的。也好，既如此，那你好好歇歇。
我还以为怎么了？看惯了你以往清爽白净的模样，你这个样子，倒是别具一番风趣呢。本想找陆心，尽快治好我的失忆之症，顺便问一问武陵山的事情。谁知喝了他的药，却变成了这样。这样怎么了？你这个样子颇具男子气概，我就觉得很适合你。看来你还是喜欢有男子气概的人。比如说，玄一客。哎，没发烧啊，小兄弟，你不就是玄一客吗？是，也不是。哎，你不懂。这有什么不懂的？来，你跟我来。来，去吃饭吧，别管我。我可以不管玄一客，却不能不管你。不就是点胡子吗？大不了我给你刮了。你给我刮？心魔的刀，吹毛力刀。救命！总说要教你功课，但一直有事情耽搁了。如今，借着游山玩水的机会，把落下的功课全都补上。既是游山玩水，为何还要上课啊？为何？你说为何？行吧。那今日就先从有用的学起。这是你画的？白云千里万里，明月前西后西。想不到你字写的这样好。或许我之前是一个粗通文理的教书先生也说不定呢。你看啊，你的字苍劲有力，颇具英雄气概。所谓字如其人，想来你必定身世不凡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兵法上的二龙出水阵吧？所谓兵者诡道也，我军现在呈包抄趋势，你要小心。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呀，上课。还来吗？住手！这是什么弹法啊？小兄弟有所不知，我们习武之人呢，就是喜欢随心所欲。确实随心，但是呢，古琴有它自己的规则。坐好，手放到位置。手心。好，开始吧。将军神勇，魔音贯耳，兴许战场上也能击退敌人。
住手！歇会儿。你要这么说，我可就不乐意了啊。我们双儿的琴音虽说算不上是高山流水，如鸣佩环，但怎么也称得上是余音绕梁一词吧？怎么就成了退敌之音了呢？哼，虎妹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再多弹一曲。不必了。看来阁下要的不止香料。臧老板直言快语，我等有求于人，也不好再遮掩。今日前来是想打探一人。何人？您人脉广，消息灵通，麻烦您帮我打探一个人。此人您可见过？两位虽做商贩装扮，身边之人身形体态却分明出自行伍。宁兰本是个双不管之地，今日战事刚平，晋军尚未撤出，如今需要桥改入城的，恐怕就只有姚军了。臧老板果然心思缜密啊！难怪境外诸城任何蛛丝马迹，都逃不过您的眼睛。所以寻人一事，就有劳您了。今日这些，当作定钱。寻得线索，我保证酬劳不在3倍之下。哎呀，若是异乡，我还乐意尽心。可不想阁下如此豪气，那这要命的买卖，我倒是不敢做了。何出此言？一个年轻男子，如此年纪，这般身形，不仅身价高达万贯，还能劳动姚军将士从姚国边境一路搜至宁兰，普天之下恐怕就只有一人——安南王段敖登。臧老板既然已经猜出，便也知道此事的分量，那这忙，您到底是帮，还是不帮呢？事若不成，我收3倍财宝；可若是成了，这宁南我怕是待不下去了。到时候我便要入窑为官，以示吃税用赋。你许得了吗？一言为定。好。把这封信秘密送去潞城，一定要亲自交到黎双将军手上，务必要告诉他，他捡到的不是别人，是姚国安南王段敖登。可是您方才不是答应了那帮姚人？这是缓兵之策。先前一役，姚人入城屠我百姓，幸得雷将军信守承诺，乘风军及时赶到，这才护住了宁兰。我臧不多绝非贪财之辈，这番恩情必得相报。快去。是。
臧府上下已无一活口。咱们对付不了鹰偶，自然要请个外援才是。你现在务必要让武陵山上的人知道，臧府的这些事情跟他们脱不了干系。他们人呢？我让他们先回鹿城了，我跟你再去一个地方。去个地方？嗯。宁兰，上次请臧部都调查你的身世，一直没有回信，刚好宁兰离这不远，我们再去问问。灭门是，报关的是当地给臧府送菜的农户，他按照时间约定来送菜，却发现臧府大门紧闭，也没有人应门。臧部都和他妻子儿女，连同仆人管家，全家一日3口无一幸免。是为了劫财？恐怕不是。据勘查，臧府的财物不仅没有遗失，我们还搜出了一箱带有姚国印记的珠宝。宁兰一战，多亏臧部都献土，我军才得以险胜。若真是姚国所为，必是因此华风再起。可那一日，他已是受了胁迫。你没有做错。要不是你有思虑在先，宁兰可能早就落入姚人之手，百姓皆为鱼肉，鹿城更是保全不了。事情是因我而起，我就该负责到底。臧老板，你放心，从今后，宁兰我替你守护。山主，我们接到消息，鹿城出现了一名悬疑客，他身负异能，一人可抵千军之力，还助长风军击退了姚国大军，真是非常人所能及。可知他的来历？无人知晓。还有，近日宁兰城发生了一起惨案，似乎也是他所为。此事听来蹊跷，想必与玉玲珑有关。看来，免不了走一趟了。